to the waiting area. 18時5分、チャイナエアラインズ、東京羽田行き CI222 便をご利用のお客様は待合室で今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基本上观光区的都很贵啊。我刚到2楼去那个美食广场，实在是花不下去，至少都是150以上。一般你一餐不会吃到150，300都是整天的，300都可以吃一天，150吃一餐，我靠，根本买不起。所以才说为什么景点的特别贵。一样是水饺跟那个酸辣汤，你在你家巷子口牛肉面，200多块就是吃大餐，它就会有很多的菜。这200多块搞不好没什么菜，你要点到同样的分量，至少要花1倍的钱，你才会跟你家巷子口一样的分量，所以不太合理，知道吗？能省则省，尽量不要在，如果你有选择的话，尽量不要在那个百货公司或者是景点那边吃饭，因为他还要租金给他们，所以他就把钱算进去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对，所以花钱之前想一下，不要一头热就是花，赶流行你后面钱就不见了。我本来以为说应该礼拜5晚上机场不会这么多人，结果超多人，搞不好很多人很有钱，2天1夜快闪日韩，有可能去大陆啊。这个松机有韩国、日本跟那个大陆都是松机，应该很多人是花很贵的钱坐小飞机就可以直接到他们的首都的机场，他们闹区的机场，这样就很快。有钱人很多，这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。我自己是很排斥养宠物的，因为我想我自己都活不了了，我还养宠物。对，除非你能够像乡下那些阿伯一样，他们养宠物是怎样？就是养一堆哦，然后就是只给它吃这样，基本上就只有吃而已。对，那看病那些都不管，就是如果说它生病什么就放在那边。对，然后走失就走失，都没有来管。然后生病也没有，就生病就生病。啊，如果说最后他结束了，他生命结束了，就再养一只。乡下的人都是这样的，除非你能真的照他那样子养，他就支出就比较少啊，不然就是一定是很可观。你那种都市说去兽医院看啊，有些照 X 光什么的。每次都几万在付，因为宠物又没有健保，又不想要替宠物买保险，有些人都没保险的，你还替宠物买保险，那你每个月就会花很多钱。所以为什么都市都养很少的宠物，但是乡下地方都养超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是觉得蛮矛盾的，
对啊，就是你是为了不要养小孩才去养宠物嘛，因为小孩的话，他要有教养费，他要有一堆法定要求的责任。对，但是宠物就不用，宠物有一些是没有责任的，它就是你自己去养，它没有法律去规范。对，他有时候有些人他就弃养嘛，他有的结婚之后他就弃养，所以基本上不是深思熟虑的一种，就是你养任何的生命都应该要深思熟虑，你不要让它有被遗弃的可能，无论它是怎样的生命。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所以我可能就把自己的财务支出越简单越好，就不要有太多的衍生的支出，就最好是我都是用那种单次支出的，不要买永久支出的。假设如果说是永久支出的话，你后面就会忘了说这个东西是固定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不要用固定的方式，就是用单次买断。其实人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。我说很多人矛盾，它原因在哪里？是他自己不自觉的矛盾。例如说，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父母管太多，然后父母都情绪勒索这样。但是自己生小孩之后，然后小孩长大了，他又开始说：“啊，小孩你怎么都不听我的话？养你那么大，怎么样？啊，你还不是在情绪勒索？这不是矛盾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标准一样就好了，你不要一直有不同标准。对，那你旁边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很科学，不是很客观，就会看清你，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情绪化，不太容易接近。所以人能够理智的决定，能够分析对错很重要。对，就跟有一些人他是讲说，他要找对的人啊，通常会讲这句话，应该大部分都是有过婚姻的，他离婚的，他才会讲说啊，我还要找对的人。你还未婚的不会这样讲，未婚他就是觉得说他还有选择的权利，然后他选择的那一次就是对的。啊，通常会讲，我现在还在找对的人，我一定会遇到对的人。通常就是离过婚，他们不要承认而已，一个说法。所以，人世间到底有多少自欺欺人的话术？为什么不简单一点过日子？今天下雨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基本上一定很多人出门，但就是天气不好。那你一个人的话出来，天气不好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天气不好没有人跟你抢那些景点或天然景观，因为大部分他们会出去大自然都是国定假日嘛。那你国定假日出门，下雨天通常他们就在家里，就不会去大自然。好处是自己出来也是可以避开人群，这样也好。对于我这种社恐的人，我觉得好事一件。